大家好，我是小马。是不是有朋友会很好奇，爱马仕哪些包款值得买，哪些包款不值得买呢？这个问题，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那对于我来说呢，除了 BKC 以及 mini 系列这样更具有升值潜力的包款以外，我判断其他包包值不值得买的主要因素就是看它好不好用。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BKC 和 mini 以外爱马仕的好用榜。视频中我会对5款包包的实用性、价格、入手难度和保值性进行分析。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那现在我公布我的好用榜的前5名。那首先呢，就是花园包，它又俗称为妈咪包。因为花园包呢，它的内容量是巨大的，可以塞下各种宝宝用品，而且敞口的设计呢，就是这个敞口的设计，拿东西是很方便的，特别适合周末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使用。那我自己有2个小女儿，所以平时周末带娃的时候，我也会经常用到这个包包的。我其实更喜欢就是老版的花园包，因为老版的呢，它是有肩带的，可以这样肩背。然后新出的这个花园包呢，它没有肩带了，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扶手，但是这个长度呢是可以这样挎在肩上的，就整体的使用来感觉就没有说有肩带的那么方便。花园包呢，除了内容量比较大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它就是本身材质呢，它是比较轻的。它常见的材质有帆布、nickel down、epsom 和坎多里皮。我手上的这只呢，就是 nickel down 皮的。由于它们的内衬这里都是帆布制作的，然后呢，就是整体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很重的这种金属的配饰，所以在它们的身上是非常的轻便的。当然了，这么多材质中最轻便的肯定是帆布拼皮的材质。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一般的只会买全皮的这种款式，因为帆布花园包内侧是没有额外的这个就是小口袋的，只有全皮的，它内侧会有这样的一个口袋。然后平时出去会装一点小东西，比如说口红啦、湿巾了之类，是比较方便的。其次呢，我会考虑到，带娃如果太累的话，第2天懒得换包，就直接拎着这个包就可以去上班了、通勤了。所以买全皮的话，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也是可以用的。花园包呢，它是有4个尺寸，是30、36、39，还有超级大号的49厘米。我的这一只呢是36厘米的，因为我的电脑平时是比较大的，所以36厘米的放我的电脑是刚刚好的。虽然30的也可以把两边的这个包扣，就是把两边的这个包扣打开，就是电脑也是可以塞进去的。但是就是这个扣如果是经常的这样频繁的这样打开，然后在扣上的情况下，它是很容易松动的。所以尽量不要太频繁的去打开。除了这个包扣之外，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小 bug， 那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底部，它没有底钉。因为像我买花园包，就是因为它够休闲，然后又很耐用，所以用的时候呢，不会刻意去保护它，经常就这样，就是随手一丢一放，然后甚至带娃的时候呢，还会把它放在一些比较容易沾到污渍的地方，比如说像公园的什么长椅上啊，或者是随手放在草地上啊，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底钉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底部的皮质是很容易脏的，这一点呢，我就不是特别的满意。所以它只能排在我的好用榜第5名了。那么我的好用榜第4名就是这个菜篮子18厘米，它真的是包如其名。我逛超市啊，或者是买个菜啊，真的是最爱用它了，因为这个敞口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就是拿钱包、拿手机非常的顺手。除了18厘米这款呢，还有22厘米和26厘米，甚至有大的33厘米。但是对于我来说呢，菜篮子它就是放一些小东西的嘛，所以就拎着轻轻松松的就出门，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必要买大的尺寸。
而且你可不要看它只有18厘米哦，这个小圆肚子啊，这个小圆肚子特别的能装东西。其实呢，它会比那个25厘米的 Kelly 还要装的还要多，就是因为它太好用了。所以呢，我使用的频率呢是特别高的。这一支已经被我用的皮都有点这种塌的感觉了。所以之后呢，我又入了一个水桶的毛毡的款式。毛毡这种呢，它整体呢是比较硬挺的，就是不用担心像 TC 皮这样会塌掉。但是呢，用久了之后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TC 皮的，因为它更有休闲感，而且怎么讲呢，它不受季节的限制嘛，就是1年4季都是可以用的。毛毡的这个款式呢，可能感觉它整体的材质还是秋冬用起来比较有质感。水桶18厘米呢，最近几年随着人气的上升，据说现在在国内很多时候也是需要配货才能拿到包的。但是别看水桶它在亚洲是非常受欢迎的，其实它在很多欧洲的其他国家人气度并不是很高，所以它在爱马仕中算是比较容易买到的一款。我听过一些欧洲的人评价水桶，说这个包型其实会让他们迅速的联想到魏玛的那个饲料桶，所以感觉呢不够时尚和高级。而且由于菜篮子最常用的是这种软塌塌的这种 TC 皮，所以会让人觉得不够板正。这款包呢，对于欧洲人来讲，性价比呢是比较低的。也许就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差异吧，导致这个包款在欧洲专柜是比较容易入手的。那不管欧洲人怎么想，反正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它的。确实，它是很休闲又实用的一款。那除了手提包之外，肩带款的包包哪个好用呢？就请出我们好用榜的第3名。噔噔噔，就是马赛克。我本人呢，以及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是非常喜欢马赛克包包的，甚至会多过喜欢康康一丢丢。因为马赛克的包呢，真的是比康康好用太多了。包扣的这个设计灵感来自于位于巴黎福宝总店的马赛克地砖，只需要按压中间的这个方格，然后就可以轻松的把包包打开。不像是康康的这个包扣啊，就是每次拔开它的时候啊，这个还比较松。每次拔开它的时候呢，都会担心会不会把它给用力拔坏了。尤其是这个部分的塑料的部分，就是用力过猛的话，很容易去造成裂痕的。马赛克呢有2个尺寸，17厘米和21厘米。那我手中的这支呢是17厘米小尺寸的，给大家看一看它的内容量。它的内容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它内部有2个侧袋，中间的话呢还有一个隔层。我之前自己有做过马赛克17、康康19厘米的内容量的对比，发现2款包包的容量呢其实是差不多的。马赛克的肩带设计跟康康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可以这种调节肩带的，就是可以这样单肩背，然后把它拉长了之后呢，也是可以斜挎的。马赛克的5金呢，除了金扣和银扣之外，还有最常见的就是香槟金扣，而且香槟金扣呢，在马赛克身上其实会比在康康身上更加的常见。那皮质的话呢，我的这一支是蜥蜴皮的，蜥蜴皮可能是目前在马赛克身上最娇贵的一款皮了。一般它用的都是那种比较耐用耐磨的，而且比较好保持包包形状的皮革，比如说像 Epsom 皮和小山羊皮这种。总之，马赛克呢，它好看、耐装又实用，是我心中最好的康康的替代款。康康不要了。好用榜的第2名就是 Bolide 啦。Bolide 呢，它是有2个系列的，除了我手上这款的系列叫做 Bolide 之外，另外还有一个系列叫做 Bolide 1923，它是没有这一条边的，就是这条缝线是没有的，也没有这个椭圆形状的皮标的。比如18厘米的 mini Bolide 就是属于 Bolide 1923的款式。那 Bolide 这个系列中呢，总共有4个尺寸，分别是27、31、35和45厘米。我手上的这一支呢是31厘米的羊切皮的 Bolide。大小呢也是可以放进去一个 iPad， 然后但是如果想放进手提电脑的话呢，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困难。要放手提电脑的话，要选择35厘米以上的尺寸才 OK 的。Bolide 呢，在日本它人气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它形状低调又非常的实用，很符合日本人的审美。
但是在国内呢，人气度好像一直不是太高，大概就是因为它的设计在很多人眼中看来就是比较的基础，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无趣。而且它作为爱马仕包的辨识度不高，但是售价却不低，所以 Bolido 在爱马仕家族里显得好像性价比不是很高的样子。我倒是挺为 Bolido 觉得委屈的，因为我个人真的非常的喜欢它，就是因为它设计低调又大方，所以用在哪里其实都不会出错。无论是出行啊、上班呀，或者是出席宴会，只要有一个 Bolido 在手都可以搞定。而且它是世界上第一款带有这个拉链的包包。其实这个拉链的设计是为了在驾车或者旅行的时候防止包内的物品掉落，同时还能方便打开这样取物品。现在爱马仕呢出了这么多款式的包扣，但是论简单、安全又好用，相信没一个比得过 Bolido 这个经典的拉链。而且再打开看一下它里边的这个容量，感受到了吗？真的是太能装了。现在来揭晓好用榜的第1名，那就是噔噔噔 Lindy 啦。Lindy 一共有5个尺寸，分别是 mini 款的19厘米，还有常规的26、30、34，以及超大号的45厘米。但是45厘米呢是非常少见的，一般是用作男士的旅行包款来使用。如果你想选一只内容量大、有辨识度，而且又休闲又百搭的爱马仕的包包，那 Lindy 是我推荐你入手的。尤其是Lindy26厘米的金刚色系，它不仅非常的好用，而且是很保值的。我手上的这一只大象灰的30厘米，最常见的，我觉得也最好用的背法就是这样背在身上，然后包包自然的折叠起来，非常的休闲。再打开让大家看一看里边的容量，这样能看到内部空间是相当大的。目测呢，我觉得可以放下2、3件西装外套是没有问题的。给大家拿2件西装外套展示一下，可以轻松放进去，而且我觉得应该放4件也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呢，就是也不会把它塞得这么满。如果装太满的话呢，就是整体的形状会非常的鼓，就像是人吃的特别饱撑了一样的那种感觉。那背起来呢，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好看了。Lindy 呢，论容量那肯定是无可挑剔的，论颜值它也是优雅与休闲并存的，而且男性女性都是可以背的，它也不挑性别。我听过一个就是20多岁的年轻的朋友吐槽说，这样大尺寸的 Lindy 一点都不好看，感觉有一点笨重。但是相信我，你的眼光真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改变的。你会越来越能欣赏它的魅力，这种包容、张弛有度以及自信大方的美感，是小包身上难以具备的。可以手提的，然后也可以单肩背的。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肩带儿，这个肩带儿是宽肩带儿。可以减轻肩膀很多的这个负担，而且它的底座是很硬的，跟花园包很像，所以就算放很多的东西也不会塌陷。但是它比花园包好的地方就是它带了底钉，所以就算随手这样一放也不会担心就是底部的皮革会弄脏。它真的是爱马仕中我觉得最好用的包款之一。那以上5款包包就是我觉得爱马仕除了 BKC 和 Mini 之外的好用的包款了。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它在专柜的普皮裸包价格是多少呢？5款包中最贵的呢是 Lindy， 然后呢是马赛克，Bolido， 价格最低呢是花园包和水桶包，具体的价格参考我会放在屏幕上。那么这5款包哪一款最难拿到呢？Lindy 毫无疑问是最难拿到的，尤其是人气尺寸的26和30厘米，以及人气颜色，例如金刚色，都是可能需要你额外购买一些东西才会给你包的。那第2难拿的呢是马赛克包。因为它的产量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要在爱马仕店遇见一只马赛克是挺需要运气的，更别提想遇到一只小尺寸17厘米、人气色或者是蜥蜴皮，这些都需要你有很好的运气才行。那排名第3的呢就是菜篮子。在爱马仕门店呢，要找一个菜篮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虽然小尺寸18厘米的金刚色没有那么特别的好拿，但是菜篮子毕竟产量是比较多的，
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拿包难度不算太高。那5个包款中最容易拿的就是宝丽的和花园包啦。这2款包一般都是可以在官网上和门店直接购买的。那这5款包包的保值性如何呢？如果是全新的包包要出手的话，这几款包除了人气色的令第26以外，其他的一般情况下都不太出手到专柜的裸包价钱以上。从保值性，从高到低排序的话，令第26最高，宝丽的第2，水桶最低哦，是不是没有想到呢？好了，那这一期爱马仕好包榜的5款包包你喜欢吗？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吧。下一期我会吐槽5个我觉得最不好用的爱马仕包包，想知道他们是谁吗？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下期揭晓哦，拜拜。